要跟各位讲，在建筑跟室内设计怎么样透过 BIM for Revit 一次到位。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下从过往的模型资讯的这件事情。我们过往在做的其实是塑模或者画 CAD 的这个图说。那从这个图说，你看现在走到 3D 的 model， 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这并不是什么太大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要从 3D 去做所谓的资讯的控管，该怎么做呢？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讲到 BIM， 讲到 Revit， 讲到 ArchiCAD， 或者讲到其他的有关 BIM 的软体，多数都会去提怎么样去做整合这样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们太想要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当需要时间去累积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先导这个观念了，3D 建模其实真的不等于 BIM model， 因为 BIM model 它需要有很多的资讯去融入在里头。这个资讯相当重要，因为你透过这些资讯才能够好好的去运用在你这个模型跟真实世界，或是跟我们需要做的这个所谓的设计或者是施工产生关联的资讯，要串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其实透过 BIM 模型，它可以做，譬如说沟通辅助啊、整合强化或者修正效率，它其实相当有帮助在这个事情上。那为什么我们说从建筑到室内设计它是一个整合的呢？你看，从比较大栋的建筑物到中间的一些整合，跟一些所谓的资讯筛检，或者是所谓的我们怎么样去透过解错除错的方式去看你的设计跟施工有没有什么差异。到后来我们到进去施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快速的施工的修正效率，它可以在现场看到问题，马上回到图说修正。好，那其实 BIM process 跟所谓的 traditional process 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传统的这个施工或者设计模式上，它其实多数靠的都是平面跟 3D 的这个做法。那当然这个是目前我们最常看到的 process， 但其实在 BIM process 它已经整合了不同的软体。那它不会是一个软体而已。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跟各位讲 Revit， 但其实你还是会用到 AutoCAD， 还是用到 SketchUp， 还是会用到一些其他的排版软体，像 Photoshop 啊、CorelDRAW 啊，或是 Illustrator。那透过这样的 process， 它可以整合很多事情。但其实更进阶的，它会譬如说你用到 Rhino、Ceres， 你会用到 Grasshopper， 你会用到Dynamo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进阶运算的模式。但那个不在我们这一次要讲的，因为那个其实是所谓的自适应运算的参数式设计的做法。那我们来看看这室内设计杂志，它在341期就已经讲了这个建筑资讯塑模的一个沟通利器。那这个是我们在1月的时候所发表的文章，那由室内设计杂志邀请我们去写。那其实我们大部分在谈的最重要的点就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个 BIM 效率能够产出这些图说，它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管理逻辑，那它可以把我们过往的重工的困境去把它解决掉，那也帮助我们的设计师跟屋主得到更好的一个了解。那我们从传统到进阶来看一下，从传统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现场的测量到后面的施工，它其实是比较多时间耗损的。但在整合上面，它透过云端整合，透过辅助的沟通，透过整批的这个模拟的调整，还有我们在验收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些云端的提醒去帮助我们的屋主理解更多我们后续房子维护的问题。它其实整合了很多很棒的发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SOM， 就是美国非常非常大的建筑设计公司，它在2007年就已经把这样的概念设计、细部设计跟施工图说做个很大的整合。你可以看到，在初期的时候，它就已经用了一些参数式设计运算的方式去做快速的概念设计，而到中期的时候，细部设计它就已经把 Revit 包括 Digital Project 这样的一个软体整合在一起，那它可以很快速的透过这种转接的界面去接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它还会透过 Revit、AutoCAD 还有 eSpec 去做很快速的这个修正，效率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看2013年 GR Architect 这个公司也在美国，你看他们就透过参数式运算的这个软体从头到尾，但它在中期的时候会把 Revit 拿来做整合，透过它去运算更好的图说，还有对现场施工的这个辅助。那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哈，这我们在2018年就做好了，就是我们透过概念跟基本设计到施工图说的整合。但最重要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沟通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性展示，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去让你的屋主、让你的工地、让你的这个估价的厂商理解你要做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阶段性的结合，然后再去做施工图说。那这是我们所提出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性考量。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来做我们实务范例。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其实从你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初步讨论这个基地的勘察。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在 BIM 的软体里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个风花图，它可以快速的去得到相对的湿度、相对的风速，还有当地的一些事情。那过来我们很快速可以去做一些用云端的方式去做整个整合哈。那你看我们就可以在云端上面去设定我们要的一个位置，然后传到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还有屋主上面。那过来这个所谓的同步效应，其实在云端上跟 BIM 的整合关系很重要。你看我们在 iPad 上、在电脑上面、在现场拍的照片，它是一个串联的整合的。透过云端硬碟，它自动同步化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而且大家都在用。各位相信这个对你们来说也不陌生，不过这个东西如何整合到软体上面又是一个事情。那像这种现场对照的事情，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 Google Map 就可以做的东西。然后过来就是我们在 BIM Model 里面很快速的初期在做概念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软体去自动找出它的一些阴影、它的日照、它的一些风的一些影响的量体，进行这个量体的造型设计，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动作。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在做净土的时候，你透过 Inside 这个软体，它就可以去将内建的风压跟风速做一个好的测试。那这是我们在做住宅的模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整个的日照的分析，可以得到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它是热度比较高，然后什么地方热度是比较低的一个筛选，然后并且可以看到它整年度可能会得到的热容量。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房子测试的这个风速测试哦，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快速的去得到好的一些对照，然后理解一下这房子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风强数的暗角。这边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整合的这个过程。那除了这样刚刚那个风流数的一个做法，它也可以透过风压去看到风在哪个地方得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有限度的去提供一些圆角啊，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个风压的一个累积。所以说，其实，在专业平台上面，专案上面，它可以去做整个3个的整合。你看建筑结构跟机电，它是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的。透过这样的整合呢，你可以看到这3个地方，它彼此之间是可以做透过云端去把它串联在一起。那当然，大家会说，那别人没有云端怎么办？其实现在的云端相当容易，开个资料夹，共同传到里面去，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 Rubix 它本身自己就有做这样的平台，透过 BIM 360，它其实可以做很大的一个整合。现在我们在做设计啊，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啊，我还要把所有人锁在一个办公室啊。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直接，譬如说你在英国、你在美国、你在英国、你在这个台湾，然后我在日本，大家就可以透过云端去做很快速的整合。透过这样的软体，它是做得到的。你可以看到，像电脑、平板、手机，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在这边做讨论的动作，它及时可以沟通，去确认那个细节的。那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云端保存啊，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去做自动的同步，我们的画图啊，我们的细节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在进到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去想啊，拟真绘图是什么？就是说我在画图的时候跟过往是最大的不同，因为过往我们其实是把模型建完了，然后把图画完了才去考虑说，那大家装什么灯啊，大概要装什么设备。但事实上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力剖透它是合在一起的，你很快速就可以把这个灯的亮度、这个灯的光型，还有灯的颜色，还有灯的这个施工图一次画完，你装真的上去它就真的上去了。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讲拟真绘图的这个延伸的发展。室内设计在画柜体的时候，往往都是先画一个3视图，但3视图它没有3D 的做法，所以它必须要透过3D 去转成立面、平面、剖面。在 Revit 画图，在 BIM 画图，其实你是整合在一起的。你画完一个 model 的当下的同时，你其实就在处理后续的这个内容。那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我们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这个垃圾处理间，这是资源回收处理间。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模型建完的同时，它就已经把平力剖透一次把它讲完。那这样子在现场的施工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相当方便的。那我们再进到像西部大一样，你看我们这个房子，这个幼儿园房子切开来之后，去把它放大来看，你可以快速的将这个钢构的细节画出来，并且你也可以把包覆的这个钢板怎么样做处理的方式把它画完。好，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施工图说如果我们只有在 Revit 或者在 ArchiCAD 里面用会怎么办？那当然在 Revit 里面用，我们就可以说它其实可以把它转档为 CAD 跟 Sketch 做一个联动。没有在用 Revit 的人其实很多嘛，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档成一个3D DWG，它丢到 Sketch 里面，它就可以去转。
像我们这个案子，它就在现场，透过这样子测量，去把一根一根钢管把它接在一起。那我们过往在用 3D Warehouse 的时候，都会觉得啊，那边很多很多元件好用啊。那其实，在 Revit 里面，它有个 Bin Object 这个软体，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元件给不同的软体。透过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找到很多很多你想要的这个元件，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的 model 都是经过资讯的整合，不会像是只是一个几何元件。那可能有时候它会有它的网站，它的价格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在自己做这种元件库、材料库的时候就很重要了。我们必须要去设好自己名称，设一次用全部，设一次用很久，你以后就可以变成自己的资料库。这件事相当重要，而且我们不断在累积。那这个东西你说有没有人在卖？其实也没有不需要卖，因为你公司自己设的东西，你自己的那个颜色跟材料很重要，它靠你自己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个东西来讲，我们只要一系列的一个专案做完，你就会拥有可能10-20个你自己的专案的材料库，累积个3-5个案子，你就相当好用了。当然元件也是一样了，我们自己整合下来的元件，我们会去整理嘛，整理完之后就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分类，分类就可以找出你要的这个所有的元件库。那我们在做这种数量计算的时候，其实过往在 Revit 做这些事情，它往往都是不一定可以把门窗表啊，或者把数量算出来。看到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边完全可以自动把你要的东西算好，而且是一键产出，你只需要做一些排版的动作就够了。那我们在做室内装修的时候，常常要计算这个灯的数量嘛。看到这个灯这么复杂，这么多不同的灯的位置，还有这么多不同类型，如何一次产出？一样的，在这个表格直接一次产出，你完全不会出错。当然，你可能会同时装2个地方，当下它只会提醒你，你重复装了，你要把它删掉，要记得。好，那材料表自动化，这也相当重要。这其实是透过一些表格的处理，不是自己输入的哦，是自动产出的。自动产出这个表格，如果在做公共净土的人就知道，这个表通常都是大家的痛。我们用 Revit 可以自动产出是相当方便的事情。那在做建造的时候，我们其实过往都会觉得，是不是还要进到 CAD 去加工啊？不用的，你只要在 Revit 一次把它排版完，你把图分类完之后，它就可以自动排出你要的这个建造图说。当然，各位有些人会说，那像这个计算师怎么说？计算师当然要自己输入啦。你今天用 CAD 不也自己输入吗？当然，有些人说你可不可以用外挂去做？可以的，不过外挂会随着你的案子的变化，可能得到不同的可能性，你还必须要去仔细了解那个外挂。如果在转换过程当中，你就先靠外挂，可能会比较辛苦。我们会建议各位先把这个搞定，我们再来去靠外挂来辅助我们，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好，那这个刚刚那个是建筑设计的请照，这是室内装修请照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个装修这计算式，也是我们去把它找出这个数字来，直接把它产出来的一个内容。那在整个细部设计的施工图说的协作同步进行是一个整合很重要的过程啊。我们在画模型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先把这个施工图跟设计图是想好，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整合的协作。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一开始的架构如果完成，你到后续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顺畅的串接在一起，不用像过往一样每一段都是被切断的，那其实都是很折磨人时间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在做 render 这个事情，当然在很多软体上面都没问题，不过透过 Revit 它其实可以自动在云端上快速的去 render。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自动踩线的方式去做你要整批的 render。那过来我们还可以透过 Enscape 这样的软体，它其实是可以自动回馈的，马上就可以 render 出你要的这个效果。当然你在里面跟客户讨论的时候，它是很方便的。那过来我们来谈谈这个简报的事情哈。就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简报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快速直接产出，你就不需要再去排版。如果你在做竞图或是做跟客户简报的内容，你还要另外去排版，是相当辛苦的。透过这样子，你其实可以快速的去做你的简报，然后可以快速的排版，做你们想要做的内容，然后不用再另外去排版，节省掉很多很多不需要浪费的时间。那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图说，当然就要特别去整合一下啦，因为这些图说是从不同地方整合出来的。但透过这样的一个剖面透视图，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快速排版出你要的内容，帮助我们去做整个设计的呈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哈。你可以看到我们把所有的图把它拆开，拆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事情去说明说，你每个房子或是每个空间的架构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你去说明的。所以透过这个整个版面的整合，它这个可以直接输出简报的内容啊。
它整合这个设计的内容是非常方便的。同理可证哈，你看，我们可以把一个单层的房子把它切开来一个剖面透视图，这 3D 的等角透视图，切开完之后去用不同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呈现的内容是什么。那透过 Lumi， 它其实也可以快速的帮你把模型整合在一起。Lumi for SketchUp 或是 Lumi for Revit， 它是一个外挂的内容，它其实是可以串接在一起的，直接产出，直接得到你要的结果。那我们在图说上面，在 Revit 图说上面就可以做出一个好的平面图说，它其实是有颜色的。像这张图，我们过往都还要在 Illustrator 或是在 Photoshop 上面做合成，现在不用，你直接从 Revit 就可以产出这样的图说，方便你去分区去做这些文字的内容。好，那这边也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范例。你看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图说要去整合。整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内容啊，所有的图说，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细部大样图，或者是我们这个景观的这个图说，你看到我们图说相当多，全部都在 Revit 里面整合。过往大家都怀疑说，你是不是还要再进到 CAD 或哪里去做？真的不需要，全部都在里面做，包括我们的 render 很简单就可以把它产出来。然后我们的每个区域的内容啊，平面图说，我们刚看到这个处理件，包括都审报告书，我们都是在里面直接排版，直接做整合，相当快速可以得到我们要的内容。这跟各位分享哈。那我们来看看简单的建筑案，像这个建筑案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施工图说，它就很方便可以得到这样可视性的说明。然后我们在图说上面也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介绍。那特别在架构上面，你看结构是我们大家在建筑跟室内设计比较多麻烦的地方。我们放大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它所有的这个地方都已经可以得到好的这个说明，然后它也可以把所有的结构的这个尺寸把它抓出来。然后像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结构的之外，我们还可以讲讲这个开关插座。你可以看到开关插座可以一个个标出来我们要的内容，这个真实存在的事情，让水电的师傅看到，他其实在施工就会相当方便，屋主其实也对你会相当放心。那这是他完成的这个楼梯的结果。你看到楼梯，我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也可以得到像这个楼梯的这个阶数啊，怎么样自动产出，还有楼梯的剖面大样图。那我们在看这个柜体的延伸的时候，你看这种柜体的这个细节，它怎么样去做串联？一张图说立面图接3张剖面图，你可以看到2条不同的剖面切到不同的位置，它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那像这个地方，再到我们再看灯具的管线，灯具管线你可以看到这个灯具的这个细节啊，它在什么位置上，在什么地方上，它都可以被串联在一起。开关插座也都可以被自动把它产出来，相对距离是叫得出来的哦。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同一个地方会有2个高度，一个102公分，一个121公分，2个插座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同时显示在这张图上，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辨识。那我们来看看建筑外观的这种小住宅的做法哈，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我们在外观的这个立面，在我们的这个图说上面就可以有比较好的前置作的介绍，看这个地方跟刚刚这个地方都可以得到整合的说明。同时间，我们在整个图说上在做前期预估的时候，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样剖面透视去切出我们要的不同的角度，让屋主快速理解这个房子盖完之后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在做小建筑的住宅的改修的时候，老屋改造哈，你看你可以把所有的里面的构件，你增加的东西把它拉出来，就可以快速知道说大概会有哪些事情被植入到这个旧空间里面去做改造。那这是刚刚那个案子的完成的作品，看到你其实可以觉得很有趣啊。你看这个是当时盖完跟原来的差别。那路上有个阿嬷在那边看着，觉得说很有趣啊，她还特地停下来拍照。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软体的学习，跟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如果能够透过设计，在对整个环境产生更好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相当棒的事情。那这个是室内装修的案子，这个室内装修的案子呢，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在讲墙面的块木的厚薄的做法跟变换。你看这个地方可得到它的厚薄之分，透过颜色去分别，然后在做施工图以及到现场施工的时候，工班就可以透过这个事情去做一个布阵的阵列，然后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结果就像这个样子。透过这样的图说去做整合，我们其实可以早日得到比较好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些遇到问题可能要怎么克服的内容。好，那是另外一个工作案子哈，这另外一个专案它是室内装修的案子。这个案子它比较多细节，所以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就会把平立剖面都把它整合在一起。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完整的内容。像刚刚我们在提到这个案子，这就是这个剖面上的变化，
这个柜子可以下掀，而这边可以打开。那你可以透过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下掀的，而这个里面是开放的，而另外一边它是有层板的。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早点把这个事情得到一个好的推演，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屋主跟我们的施工工班及早把这个问题先拿出来讨论，免得我们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可能漏掉，这个可能忘记画了。那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台北的一个室内装修的工程哈，它是个楼中楼。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当时的这个砌砖的时候，就早点把这个画出来，透过这种砖造的模式去把这个内容画出来之后，我们去有效的去让这地方得到一个前置作业的整合，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整个空间里面去早点把这种构架把它分裂好，然后去做对齐的动作。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让现场施工人比较快知道说我们大概要做哪些构架，然后在空间怎么样去做整合的动作。好，以上是我们透过建筑跟室内设计怎么整合的一个介绍，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对于 Revit 从建筑到室内设计整合。那也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让大家更理解你怎么样从你自己的角度去跨入到这边。频道上面还有更多我们制作过的精美的影片，让各位可以去探索。譬如说像这个从室内设计做的柜体，或者是我们在谈怎么样做很快速的建筑物的一个前置作业，或者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可以完成一份施工图，都值得大家再去研究一下。那同时间我们在这边也做了这个建筑跟室内设计整合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我们让各位可以快速的入门，而且我们用很快速的时间，9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让各位学习怎么样盖出一栋独栋住宅。当然，在室内设计上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快速的做法，让自己可以快速的直接转移 CAD 或3D 建模软体的一个无限改图的一个深渊。那这边我们还做了很多我们的一些说明，欢迎各位上来看看。然后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是有优惠的，在这个时间点4月10号到4月17号之前还有个最后优惠，请各位不要忘记来进入 BIM 的世界。谢谢大家。